今天的比赛几场重头戏，利物浦客场1-2输给了布莱顿，切尔西又0-3输给了埃弗顿。不过英超虽然难踢但是南大王拜仁慕尼黑还是4-0大胜了柏林联合，而法甲的大巴黎也4-0大胜了只有10个人的尼斯队。首先看利物浦这场球，咱们今天是直播了，大家陪着老 K 一起看。比赛中最惊艳的就是维尔贝克，这位过去曼联的太子也在阿森纳温格手下待过。开场仅仅14分钟，布莱顿左路的传中后点头球摆渡，维尔贝克力压科纳特头球破门，所以也看得出老 K 这赛季瞧不上科纳特确实有道理。而随后的比赛，由于利物浦埃基蒂克被40岁老将米尔纳顶了一下，好像是膝盖受伤下场。那么利物浦上一轮欧冠打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萨拉赫就伤了，现在埃基蒂克又下去了，3叉戟就剩一个秃头枪加克波打中锋聊胜于无。好在第30分钟，当对方的队长邓克头球回蹭门将的时候，却乌龙助攻了左后卫科尔克兹。科尔克兹漂亮的反越位从后插上挑射破门，利物浦1-1扳平。但由于今天利物浦的锋线确实加克波一点用都没有。下半场第56分钟，同样是左路的传中，右路的辛谢尔伍德做球，维尔贝克门前抢点破门，裁判反复看了 VR， 确实没有越位，1-2利物浦再次落后。其实今天的比赛输也不能全怪斯洛特，因为埃基蒂克伤了之后，加克波实在是不行。但是有一点，荷兰人老乡帮老乡，这个赛季无论加克波有多弱，斯洛特总是用他打铁打的首发。数据方面，本赛季各项比赛加克波打了42场，34场首发，只有8个进球4个助攻。上赛季整个赛季踢完只首发了32次，却有18个进球6个助攻。加克波真是太弱了。所以斯洛特如此的信任，关键的时候1.89米的加克波却一点不管用，这还是主教练难辞其咎。今天的英超利物浦切尔西输了之后，球迷们都已经麻木了，习惯了，对比赛其实都无所谓了，只想听听两位主教练如何通过赛后新闻发布会逆转比分。哈哈哈，果然赛后斯洛特说我从来不喜欢赛后找借口。我的个天，斯洛特这是你吗？你哪一场比赛后不找借口？今天斯洛特的原话是，本赛季已经很多次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了，我们又踢出了一场非常好的比赛，然后认为可以把那样的比赛带到下一场比赛，甚至踢得更好，结果我们却没有做到，因为萨拉赫受伤了，阿里松也受伤了，而比赛开始2分钟我们又失去了埃基蒂克。这种事情本赛季已经发生过很多次，现在又一次发生，而且本赛季还有一种情况经常发生，那就是对手的第一次机会往往就能立刻进球。不过布莱顿今天做的事情基本符合我们的预期。如果你面对一支只休息了62小时的球队利物浦，那么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把比赛节奏拉得非常激烈，多进行身体对抗，多进行强硬的拼抢。不幸的是，那一次碰撞就导致了我们利物浦的埃基蒂克不得不离场，这当然对我们利物浦没有帮助。整个赛季我们也一直没有伊萨克，再加上萨拉赫缺阵，现在又失去了本赛季作用很大的埃基蒂克。当这些人都无法出场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让一些球员去踢他们并不习惯的位置。总之，本场比赛上半场，我认为我们利物浦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但随着比赛进行，布莱顿变得越来越强。不过本赛季有几次我们还能依靠替补球员做出一些改变像我们恩古莫哈就有过几次非常不错的表现。但在整个下半场，我认为布莱顿更接近打进第3个球，而不是我们利物浦扳成2-2。对利物浦球队的问题，我当然有自己很明确的看法，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我不会在这里说出来。我已经说过了，布莱顿他们是更好的球队，也创造了更多机会。如果我现在把一切我都说出来，人们又会把这些看作借口，而我斯洛特不喜欢在比赛之后找借口，应该把赞扬给布莱顿他们确实踢得很好，配得上赢球。找借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找到答案，这也是我今天努力去做的事情。我认为我们上半场的表现还算不错的，因为我们能够和对手抗衡。在我看来，双方非常接近，我们也有2次接近进球的机会，但在下半场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是更好的球队至于你们说什么利物浦花了很多钱进行引援，通常情况下，如果一支球队花了4.5亿引援，那意味着是在一支本来就很强的球队基础上继续补强。但我们利物浦俱乐部的模式不同，很多人不想看到这一点，也不想理解这一点。其他球队的球迷或者一些评论员不会告诉你，我们利物浦同时卖出了3亿欧元的球员。如果一名1.5亿的球员一直无法出场，这已经是一个问题。如果乔瓦尼、莱昂尼因为伤病一直无法出场，那又是第2个问题。这样算下来，我们实际上已经低于我们卖出的价值了。
弗林彭最近才越来越多能够出场，而马马尔达什维利则是我们 4.5 亿引援中的另一笔签约，他只是一名第二门将。朋友们，明天老 K 就要去欧洲了，所以继续更新视频也许会遇到许多困难，但各位放心，我也保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咱们从足球世界汲取的一切能量，尤其是坚持，世界上任何事情怕就怕认真和坚持。所以希望朋友们尽量把视频看到最后，也欢迎您订阅，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继续。不错不错，老 K 啧啧称奇。你看咱们斯洛特这算术题做的相当经典嘛，有理有据，有章有节。不过利物浦球迷对您就一句话，咱们好聚好散好吧，自己宣布赛季结束后离任好吧，求求你了。所以斯洛特老规矩，每一次输球以后就刷一些片汤话，说的确实很偏执。从去年10月份开始，斯洛特就充斥着傲慢、懒散、混沌，他思维方式的落后，形式上的刻板，丝毫让利物浦没有自信，没有勇气，也没有思辨的精神。所以老 K 就想引用一下今天对面40岁布莱顿的中场，也是咱们利物浦过去的名宿米尔纳，他最近接受采访说了一句话，就是对斯洛特今天的答案。米尔纳认为，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去看，克洛普当初执教的水平真的非常高。米尔纳说，我一路走下来，我遇到了像克洛普这样的主教练，如果非要我综合来选一个最好的主教练，我会选克洛普。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教练，他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彼此都可以很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且也都能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我们都是全身心投入的。在我们的关系中，有时候会有一点火药味，偶尔会有一点，但不算多。其实那种情况也很简单，他知道我想赢，我也知道他想赢，我们之间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大冲突。可能有时候克洛普会让我闭嘴之类的，但他也知道我那样说只是因为心里着急，或者只是想帮助球队，帮他把事情做得更好。而且不管怎么样，这一切始终都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的。有时候中场回到更衣室，你会觉得克洛普肯定要大发雷霆了，结果他反而特别冷静。也有些时候球队明明踢得很好，气势也起来了，克洛普却会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发火，因为他就是要让你始终紧绷着，不要松下来。说真的，99%的时候他对分寸的把握都特别准。所以如果从一个全方位教练的角度去看，我觉得他的水平真的非常高。他刚到利物浦的时候，我们绝对算不上英超的争冠热门，更别说后来还赢下了那么多东西。所以克洛普后来所打造出的那一切确实非常特别。是的，老 K 现在的看法呀，利物浦肯定会遇到伤病，就像克洛普带了那么多年，红军就没有伤病吗？红军的阵容跟阿森纳相比，确实缺乏足够的深度，没有办法在欧冠和英超双线作战，这是客观的事实。但现在利物浦问题不在这儿，主要的问题在于没有希望。这跟扎叔克洛普时代的利物浦就有着鲜明的对比，整个士气上有些垮。当然还没有到切尔西目前的程度，也没有到热刺的程度。总之，红军利物浦现在仍然在足总杯和欧冠征战。下一场比赛咱们就要等到4月4日，曼城对利物浦的足总杯1/4决赛，然后就是4月8日大巴黎对利物浦的欧冠1/4决赛。今天利物浦和切尔西都输球以后，他们距离第4名阿斯顿维拉分别有2分和3分的差距，想追上第3名曼联几乎已经不可能。而斯洛特即使他上赛季带领利物浦拿到了联赛冠军，人们却对他始终没有充分的信任感。老 K 个人觉得这不能怪球迷们呀，确实是人比人吓死人，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有了过去的克洛普作为参考，未来利物浦的每一位主教练成为克洛普的继任者，都会被以最挑剔的眼光去评判。这也许不公平，但每一个球队每一个王朝都是这么过来的。就像温格离开利物浦，来过那么多好的教练，甚至还有埃梅里，但最终3个字不适合，直到他们等到了阿尔特塔。而现在曼联也是，包括穆里尼奥那么多名帅来了又走了，都不合适。直到现在有了卡里克才有了希望。对了，今天受伤的埃基蒂克在场上就流下了眼泪，但初步判断显示他只是遭遇了一次较为严重的大腿挫伤。球员本人对伤情仍然持乐观的态度，应该大概率不会影响他入选法国队，参加接下来的法国队集训。不过这件事咱们得继续关注，因为现在法国队的3叉戟邓贝莱、姆巴佩和埃基蒂克都受到了伤病的影响。
好，今天布莱顿方面他们的三山勋也有伤，主教练许尔策排出的4-2-3-1阵型，后腰位置双后腰是米尔纳40岁，还有德国人格罗斯34岁，后防线上今天犯致命错误的队长邓克也是34岁。如此老迈的中后场，利物浦却没有形成丝毫威胁，特别是在埃基蒂克中锋受伤以后，换上来的既然是中场球员琼斯，真不知道斯洛特是怎么想的。对了，比赛前斯洛特还有句名言啊，剩余的8场联赛我们也不是必须要全胜。那么好吧，光头斯洛特所以就先输1场。这样的逆天发言简直不是一个主教练能说出来的，真可谓伟大的赛后发布会的天才，早就提前给自己做好了理由。有意思的是，昨天曼联被英足总和黑哨给害了，在争3争4的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可是许多有经验的赌狗都想到了，剩下的3支球队阿斯顿维拉、切尔西和利物浦搞不好啊又都会全掉链子。所以明天的阿斯顿维拉主场对西汉姆联，维拉的球迷又瑟瑟发抖了。明天还有热刺对森林，英超第16名对英超第17名，并且还有一场比赛，第11名纽卡斯尔联对13名桑德兰。老 K 还是盲猜3个主队纽卡、维拉和热刺不败，甚至全胜。好，总结一下，过去的利物浦感觉每一场比赛全员总是100%斗志，比赛赢不赢是另一回事，但士气上从没输过。可现在斯洛特之下的利物浦总感觉垂头丧气的，特别落后的时候总是蔫了吧唧的，完全没有想逆转的劲儿，一点不积极。全场就看到2个匈牙利人想赢球，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匈牙利已经倒在了世界杯预选赛，所以大多数球员甚至连斗志都没有，在场上浑浑噩噩。尤其是科纳特，在老 K 的批评下呀，他现在踢的什么玩意儿，像演员一样，每场都有离谱的失误，而且角球的时候总是随时漏人，这么大个个子长来干嘛？前场利物浦攻不进去，后场范戴克老了，科纳特又不出力，是不是都在为了世界杯快要来临，都在收着力踢球？总之利物浦的球看着昏昏欲睡，这是过去能想到的吗？这支球队在荷兰人斯洛特手下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和灵魂。说真的，今年的拜仁慕尼黑南大王却更像红军，这也让我想起来国米主席马洛塔的一句名言，其实有时候有钱了未必是一件好事儿，你有钱了你就想着花，想着折腾。说的确实有道理，过去莫拉蒂时代的国际米兰钱也没少花，可也没有冠军。而利物浦的问题，从战术角度讲，也许不是因为萨拉赫老了状态下滑严重，也不是加克波的实力不行，而问题的根本可能是斯洛特强推慢节奏的控球，加很有耐心的短传出球的战术，把这批利物浦的球员用的没有了心气儿。所以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还是换帅。皇马和曼联换帅已经证明，要让球员踢舒服，踢对他们的位置，踢他们适配的战术，比任何高深复杂的理念都要管用100倍。慢腾腾的传控早就过时了，连巴萨都放弃了。看看弗里克现在行云流水的进攻。所以如果还死抱着慢节奏不放，那么只能自毁长城。所谓不破不立，今年夏天哈维·阿隆索来了，利物浦也未必就能过上好日子。同样的例子已经出现在阿森纳和过去曼联的身上，但没有办法，只能不断的换帅，直到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在这方面，阿布时代的切尔西就是最好的例子。今天反观布莱顿，从战术的角度上说，他的2粒进球战术含金量极高。第一，火力不足的时候如何击败正面防守强大的范戴克加科纳特的防线呢？那咱们就绕过去传对角线。第二，如何能创造纵深穿插的绕过去的机会呢？对方的中场全员优雅持球的情况下只逼不抢，那么我们就吸引他的逼抢之后传利物浦边路的身后2-3脚就能打穿他们边路和中间的内部区域。所以世界杯荷兰队在科曼的手下，他的问题跟斯洛特很像，防守方面经常被纸面上弱于自己的对手轻易的进球和得分，而遇到强队荷兰队有一种对方每次进攻都可能进球的感觉。所以这里老 K 就不能不提范加尔。范加尔第一次带荷兰队01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出局，当时是纯浪漫的战术思路，但是在2014年范加尔进入荷兰的第2期，还有2022年范加尔在荷兰队的第3期，逐步实现了超务实风格的转变。再想想克洛普的进攻3板斧，大纵深大纵深大纵深。好，红军利物浦就摆在这儿了，咱们再看看更抽象的切尔西。切尔西今天输了个0-3，蓝军的罗塞尼尔时代眼看还没开启就要落下帷幕了。罗塞尼尔执教切尔西之后的前10场英超，球队只取得了5胜2平3负，胜率只有50%，而且这10场比赛中仅仅遭遇过一支传统的 Big 6球队，所以这样的成绩单可见一斑。
而目前排名第6的切尔西，接下来的7轮联赛将先后面对曼城、曼联、布莱顿、诺丁汉森林、利物浦、热刺和桑德兰。森林和热刺虽弱，但都在保级边缘，绝对会拼老命。所以切尔西和罗塞尼尔如果想拿到明年的欧战资格，那么考验才刚刚开始。今天输了个0-3，罗塞尼尔也遭遇了各项赛事的4连败，并且过去4场比赛只在对大巴黎的比赛中打进过2球，可一共4场却丢了12个球，场均丢3球。这样的切尔西谁能看得下去？他们今天唯一留下的正能量就是帮助对面的门将皮克福德拿到了埃弗顿生涯的第100次零封里程碑。而过去的3年，自23年9月以来，这也是他们首次在各项赛事中连续3场没能进球。也许不仅是老 K， 所有人都应该在纳闷，更衣室已经彻底炸裂了吗？所有的球员都在开摆了吗？都想逼着罗塞尼尔下课了吗？哈哈。并且切尔西今天也帮助对方埃弗顿搬进新球场后，首次拿到了主场的连胜。要知道，本赛季搬进新的主场之后的埃弗顿一度在主场战绩非常的不好，赛季中段还有过连续6轮主场不胜的尴尬局面。而今天是他们在队史第1次在希尔迪金森球场收获了连胜。值得一提的是，对面埃弗顿的中场球员詹姆斯·加纳，他刚刚被图赫尔告知入选了英格兰代表队。在英格兰队6号位位置上，他估计排名第2，仅仅在安德森之后，但是在亨德森之前。就不知道美加墨世界杯最后能不能圆梦。对了，今天切尔西没进球，也让对面门将皮克福德拿到了对切尔西的第8次零封，切尔西也成为他零封次数最多的球队。赛后，罗塞尼尔继续他抽象的发言。罗塞尼尔说：“我在切尔西俱乐部执教的10场联赛里，我们并不像外界的噪音所说的那么糟糕。而欧冠的失利确实对我们切尔西有影响，我们当然也想振作，这是今晚的一场重要比赛。但过去的10天对我的球员们来说是极大的考验，旅途太多了，身体受到了太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振作，确保以战斗的状态回归。而我专注于工作，我不关注噪音。我知道现实情况和俱乐部的现状，以及我们仍然能实现的一些了不起的目标。”这一段赛后发言看完，老 K 可以放心了。切尔西或者说罗塞尼尔确实不如外界说的那么糟糕，起码主教练的语言组织能力绝对可以是3-0，加起来就是3-3。要知道，可爱的罗塞尼尔在上一场连续3场失利之后，还给球员们放了假，而他自己回基地完整的回看和复盘了3场失利。罗塞尼尔认为自己为人很正直，愿意为他的球员们去承担批评。他也认为过去糟糕的一周不能够定义球队的本赛季。即使球队当时遭遇了3连败，而且队长里斯詹姆斯也再一次确认腿筋受伤，切尔西还因为违反财务规则被英超处以创纪录的1075万英镑的罚款。是的，蓝军切尔西最近就只差在围堵裁判这方面没有遭到英足总的指控了。所以罗塞尼尔在赛前他自己没有休息，照常驾车来到了训练场，完整的看了3场怎么2-5输给巴黎，怎么又0-1输给纽卡，又怎么0-3输给了巴黎第2次。尽管回看的过程很痛苦，但我们坚强伟大的罗塞尼尔认为这能够激励自己避免重蹈覆辙，于是今天就又输了一个0-3，而且对手不是大巴黎，只是埃弗顿。你就说罗塞尼尔的复盘有没有用吧，老 K 觉得绝对是有用的，否则比分不可能那么雷同。OK， 切尔西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一个主教练的问题，核心的关键在于美国资本方。像切尔西阵中最核心的球员恩佐和凯塞多，恩佐就通过自己的赛后发言暴露出想走的意愿，而且恩佐的经纪人也恰如其分地表示此地无银300两。目前恩佐没有收到沙特方面任何报价，所谓皇马的兴趣也只是传闻，都是传闻。现在谈恩佐转会还为时尚早，事实上没有任何的进展，一切都只是传闻。我们距离5-6月份还有时间，现在还为时过早。这欲拒还迎的娇羞姿态，老 K 给这位经纪人必须打满分。盲猜恩佐就算今年走不了，明年夏天怎么都能离开切尔西换个主子，毕竟切尔西给恩佐、凯塞多的长约工资给的太低了。好，咱们不要把问题聚焦于表面，接切尔西的老底儿。现在前老板阿布拉西莫维奇出售切尔西所得的 42.5 亿英镑的资金仍然在英格兰处于冻结状态。最新账目显示，这笔资金至今已经产生了约 2.5 亿英镑的利息。
但围绕资金的最终用途，英国政府和阿布之间的分歧没有化解，英国方面甚至已经发出法律行动的警告。而根据阿布旗下公司的账目，这笔资金每年都能带来6300万英镑的利息。本周英国政府呢又警告了阿布，背景是出售所得 42.5 亿英镑中的25亿英镑，原本计划用于帮助乌克兰，可这笔钱至今没有得到释放。所以英国首相表示，英国方面将正式发出相关许可，作为促使阿布履行承诺的最后尝试。英国政府的立场很明确，这笔资金只能用于帮助乌克兰的受害者，但阿布方面希望这笔钱除了用于乌克兰，也能够投向俄罗斯。对此，英国政府认为完全无法接受。哈哈，老 K 虽然是民主派，但私人出售俱乐部所得的资金，英国政府怎么就能根据法律让他必须要捐给乌克兰呢？当然，这里面的水很深。阿布本身是独裁者普京的密友，而且最早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后的谈判就是阿布在中间撮合，可见这位俄罗斯寡头富豪在政治方面牵涉极深。还有阿布的大量资产，石油公司都在俄罗斯继续给他赚钱，也许几十亿欧元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小 case 了。好，丑闻还不止如此。前英足总的主席公开表示，切尔西过去的违规影响成绩。切尔西当年为了抢占先机，精心策划并且完美执行了一项行动，而这一项行动完全违反了英格兰足球的规则。在2011年到2018年这7年间，切尔西利用了至少5家不透明的离岸公司，向球员、经纪人和其他中间人输送了数千万英镑。这5家离岸公司有4家注册在英属的维尔京群岛，有1家注册在巴拿马。这项秘密计划的主要目的很明确，确保切尔西签下明星球员，通过秘密的账外支付，经纪人和中间人得以说服球员加盟切尔西。切尔西物色了遍布欧洲和南美洲的潜力新星，并与老板阿布有关联的离岸公司进行账外支付，确保俱乐部拥有优先签约权或者购买部分球员的经济权益，从而在未来的转会费中获利。像2012年6月签下了比利时边锋阿扎尔，这就完美诠释了当时切尔西秘密的运作方式。要知道，阿扎尔可是欧洲当时最炙手可热的球员，曼联也对他青睐有加，而阿扎尔当时也确实表达了想加盟曼联的意愿。不过阿扎尔的经纪人另有打算，曼联高层拒绝了经纪人提出的额外500万英镑账外付款的要求，这还不包括通常的经纪人佣金。最终阿扎尔签约去了切尔西，而英超联赛公布的完整制裁协议详细的记录了事件的经过。阿扎尔加盟切尔西6个月之后，和阿布有关联的离岸公司之一就和经纪人所注册的在迪拜的一家公司达成了一项咨询协议。2个月后，资金开始流入，并持续了3年多，数十万欧元分7次支付，总计达到了655万欧元。而切尔西签下的巴西球员拉米雷斯、大卫·路易斯、德国前锋徐尔勒，还有塞维利亚中场马蒂奇等等，都用了这项计划。该计划取得了丰厚的回报，在此期间，切尔西赢得了2座英超联赛冠军、2座足总杯冠军、1座欧冠冠军和1座欧联杯冠军。而在这些签约的大部分时期，当时的英足总主席是大卫·伯恩斯坦。这位呢，此前曾经担任过曼城俱乐部的主席，所以前主席认为，如今的爆料让当年切尔西这些荣誉蒙上了阴影。切尔西在那一段时间，球员甚至他们的父母也直接从与阿布有关联的离岸公司领取报酬。由于这些球员当时没有满18岁，英超联赛没有透露他们的身份。切尔西还和一位知名的超级经纪人扎哈维进行秘密合作。扎哈维现在拒绝了采访，但直到2022年5月，阿布被迫出售切尔西俱乐部，这起丑闻的规模才被揭露。总共有36笔没有披露的款项，总额达到了4750万英镑，而且可能还有更多交易尚未曝光。泄露的文件显示，切尔西的前董事玛丽娜·格纳诺夫斯卡娅当时负责转会事宜，他是知晓这些款项的支付的。不过格拉诺夫斯卡娅包括阿布还有前切尔西主席布鲁斯·巴克，他们目前均已退出足球界，不再受足球管理机构的管辖，所以他们拒绝配合调查，也拒绝就违规行为发表评论。好吧，所以蓝军球迷哭一呀！过去阿布时期的违规操作这么多，也留下了阴影，1-2年内甚至更长的时间还难以完全根除。所以大家也就能理解，前任主教练马雷斯卡成绩还不错，还拿到了世界俱乐部杯的冠军，为什么这么快就仓促离职。
不过老 K 先给个解决思路啊，咱们先不要着急，等到赛季末，如果罗塞涅的成绩确实不好，那么像兰帕德等等主教练，甚至穆里尼奥都可以考虑嘛。关键还是球队的成绩，成绩好了，一切都能慢慢解决。好，咱们再看看拜仁4-0对柏林联合的大胜。比赛第43分钟，奥里塞在右侧左脚外脚背停球内切破门，一气呵成，1-0。上半场补时阶段，格纳布里混战中再下一城，2-0。第49分钟，哈里凯恩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倒地，仍然完成了射门，3-0。第67分钟，奥里塞在中路潇洒的控球转身分球，格纳布里在左路的劲射入网，4-0。南大王拜仁慕尼黑在德甲真是有些降维打击了。主教练孔帕尼今天战术方面也玩出了新的思路，玩出了花活。哈里凯恩和奥里塞轮流回来踢后腰，组织长传。至于格纳布里，当年的4大边锋道格拉斯科斯塔、金斯利科曼、萨内、格纳布里，格纳布里是这4个里面最厉害的，2大特色，一是爆射，二是单刀奔袭的爆射。这也让我想起来15到16赛季道格拉斯科斯塔的前半个赛季也是世界级的表现，现象级的。当时那4大边锋在后罗贝里时代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而现在的前朝遗老格纳布里，他有盘带，有爆发，有对抗，有内切，爆射是尤为突出，能冲，关键还能协防。格纳布里只要身体状态出色，绝对也是世界级别的。今天哈里凯恩赛后就不吝赞美之词，他说呀，格纳布里是我合作过的终结能力最强的球员之一，他1对1的时候极具威胁，而且总能进球，他擅长插入危险区域，终结能力很强。他今天的2个进球对守门员来说很难扑救，训练中你也能看到他的实力，你像今天这样给他机会，他就一定会进球。好，拜仁慕尼黑本赛季是如日中天，他们18岁的小将卡尔也入选了德国国家队。他说呀，当时我正在上数学辅导课，然后主教练纳格尔斯曼给我打电话，一开始我没有接，但5分钟后我回了电话，非常高兴听到自己入选国家队。我不会给自己施加压力的，我只会踢好自己的比赛，然后希望一切顺利，我能参加世界杯。卡尔上个赛季在拜仁慕尼黑只替补上过1次，本赛季已经全面爆发，各项赛事首发了22次，8个进球，5个助攻。1.68米的小个子球员现在即将在欧冠对阵皇马。他表示，我当然非常兴奋，伯纳乌球场超棒的，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和他们交手了。对此拜仁球迷只有一句话，卡尔超神是可以想象的，希望皇马不要那么早就把他挖走。好，除了卡尔之外，孔帕尼亚担任拜仁主教练以来，已经有10名拜仁的青年队球员为一线队完成了首秀，这一点老 K 必须点赞，而且非常重要。对比刚才说的切尔西人就不错，把自家的青训奥里塞还有穆夏拉给了拜仁用，自己却留下了加纳乔和吉滕斯。就这一件事，你就说咱切尔西的人善良不善良吧。好，大巴黎今天也在客场4-0战胜了尼斯队。尼斯在第61分钟，恩达伊西米耶染了红牌，所以这场胜利也是手到擒来。第41分钟，对方球员禁区内手球，门德斯主罚点球命中。第49分钟，门德斯又助攻了杜埃在中路的抽射破门。比赛第60分钟，对方的恩达伊西米耶踩踏放倒了李刚仁，被直接红牌罚下。马上世界杯要来了，李刚仁的脚踝被这么踩了一脚，世界杯也蒙上了阴影。第81分钟，邓贝莱送出助攻，巴塞罗那青训的小将德罗禁区扣球过人低射破门，这个球潇洒的十足。第85分钟，在禁区内这个球碰碰撞撞，埃梅里幸运的巧射破门，4-0。今天是小将德罗职业生涯一线队的处子球。而大巴黎球迷最欣喜的是今天呀，终于让他们的左脚边锋门德斯作为了第一点球手。巴黎队目前少打一轮，领先朗斯1分，只要不出意外，这个赛季的联赛冠军没得跑。而更重要的还是4月8日他们在主场对阵利物浦的欧冠，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当家球星邓贝莱的身体状态。他今天替补出场了26分钟，在场上极为放松。邓贝莱只要保持稳定，减少伤病，那在欧冠和世界杯绝对是独一档的存在。好，轻松一下，老 K 最喜欢的英剧之一啊，浴血黑帮 Peaky Blinders。 最近网飞正式上线了他的电影版的续作《不朽传奇》，而咱们的球员阿斯顿维拉的后卫卡什还在宣传片中出演了一个角色，引发热议。卡什身着伯明翰黑帮风格的服饰，他在宣传片中甚至说出了一句忧郁的台词，游刃有余，完全契合 Peaky Blinders 的基调。
而且在镜头前他显得非常自然，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另外，法国队世界杯最后一次大名单老 K 已经评论过了，接下来像英格兰队阿诺德没有入选，包括巴西队等等，老 K 都会一一道来，大家不要着急。今天的女足亚洲杯决赛，主场作战的澳大利亚女足还是不敌日本女足，所以日本足球、日本女足确实值得大家学习。反观中国女足现在下滑太严重，过去的4届女足世界杯、4届女足欧洲杯、4届女足亚洲杯，只有3支球队全胜夺冠，日本队就是第3支。要知道2023年西班牙夺得了女足世界杯，但是小组赛第3场全主力出战，却0-4输给了日本女足。所以日本数十年对女足的持续投入和远见，现在像是开启了一个王朝。这其中最重要的，老 K 认为就是坚持，一切都必须坚定信念，一切都必须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老 K 讲的不仅是女足，也不仅是足球，这种精神可以推广到任何一项事业当中。日本足球身体可能不过关，所以他们就用短传倒脚来稳定局势，用短传刷成功率，用倒脚让对面麻痹掉。西班牙足球和日本足球的传控能力真的让人敬佩。现在日本男足也是世界一流，日本女足更是还拿过世界杯，可谓已经算是世界豪门。同为东亚人种，必须为他们喝彩鼓掌。而且说真的，每届世界杯日本队的比赛老 K 必看，即使身体差距和欧美强队极为悬殊，但什么是技术，什么是4两拨千斤，日本国家队的表现总能刷新我们的认知，实在佩服。好的，明天老 K 将带着儿子远赴欧洲，在荷兰、比利时和德国和一些青训强队交手，对手有菲耶诺德的 U14， 还有布雷达 U14， 另外有德甲门兴格拉德巴赫的 U14， 比利时豪门根特俱乐部的 U14， 最后是鹿特丹斯巴达的 U14。 所以游学期间做视频会更辛苦，也许还会遇到未知的麻烦，但老 K 也会竭尽所能。毕竟咱们聊足球不仅是看个热闹，同样也是在做事情，留一点坚持作为精神财富传给下一代。所以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老 K 非常感谢，咱们明天再见。